今天给大家转述一位业务员住宿酒店的奇怪经历。身为一位经常奔波于各地的业务员，徐伟深知选择安全的宾馆住宿的重要性。出门在外，孤身一人，很可能会碰上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。在2017年的一次北京之行中，他亲身经历了一段诡异的遭遇。那是在夏季的6、7月份，气温炙烤似火。徐伟前往北京郊外一座小镇与客户签订合同，差不多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，他开始寻找宾馆落脚。由于手头拮据，他选择了一家价格大约100元左右的经济型酒店。酒店前台为他安排了一间客房，房卡显示房间号为373。抵达酒店后，徐伟才发现他的房间位于同一楼层的尽头，恰好面对酒店的紧急出口。要走到房间，他必须穿越一条漫长的走廊，两侧都是房门。可是这家酒店的走廊昏暗得令人毛骨悚然，只有依靠手机的光线才能勉强辨认。走廊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煤气，更让他不寒而栗的是，走廊中的寂静令人窒息，以至于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。终于到达房间门前，正当他准备开门时，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什么异样。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瞥，发现阴森的楼梯口正对着自己，却并无异常。最后他进入了房间，里面同样一片昏暗，甚至连床都望不见。由于光线不足，他只能费力地寻找门边的电灯开关。终于按下开关，灯光却闪烁了数次方才亮起。所有的窗帘都紧闭着，让他感到极度的压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想着勉强忍耐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离开这个廉价的酒店。但这个想法让他在整个夜晚难以入睡。一整天都在接待客户的徐伟回到旅馆后，想要早点休息，于是去洗手间洗漱。可刚打开水龙头，冲出来的水却是红色的，直接喷在了他的手上。他十分惊恐，发出了一声尖叫，赶紧关掉水龙头并联系了前台。一个男工作人员很快赶到并检查了水龙头。他告诉徐伟水管生锈了，因为太久没用，流一会水就会变清的。水的颜色逐渐变淡了，最终恢复了正常。但当徐伟要求更换房间时，服务员告诉他已经没有房间了，这是最后一间。徐伟也只能将就了，他决定不去想这件事。洗完澡后打开空调看电视好好睡觉，但却发现空调和电视都坏了。这家酒店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他看了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过了10点了。看了几分钟手机后，徐伟感到有点困，于是就睡了。可到了半夜，他被冷醒了。这可是夏天啊！他赶紧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自己，但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，好像听到一个女人唱歌的声音，声音很模糊，但感觉很近。徐伟侧过头，发现厕所里面亮着灯，还有水声，而且灯光是红色的，这让他彻底清醒了，头皮发麻。于是他打开床头灯，大声问道：“水？”听着厕所里突然停止的水声，他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越想越恐慌，紧盯着厕所，心脏已经快跳出了胸膛。突然间，床边的电视机响起巨大的声音，徐伟吓了一跳。他看见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，于是迅速抓起床头柜上的遥控器，想要关闭电视，但发现遥控器失灵了，再怎么按也没有反应。徐伟感到越来越冷，心里越想越害怕。他赶紧拨打前台电话要求退房，但是却一直嘟嘟响，半天没人接听。他拿起床边的背包，想要直接离开。当经过厕所时，他没有勇气看向里面。刚打开房门，他就退却了。整个走廊昏暗无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不知道走廊上的灯是被酒店员公关了还是损坏了。转眼间，
他心中涌起想哭的感觉。在他面前，一边是可能被鬼缠身的房间，另一边则是一条黑暗的长廊，毫无头绪地延伸着。他不确定这条黑暗的走廊会通向前方还是地狱，因此不敢继续前行。他不禁问自己，为什么这种倒霉事情偏偏要发生在他身上呢？当时他感到一阵怒火涌上心头，谁也不会把他吓到，谁怕谁啊？徐伟转身关上房门，然后冲向厕所，高声喊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可是他进入房间后，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卫生间的地面也是干燥的，于是不满地骂了几句。接着，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，窗帘被拉开，电视插上电却只显示出雪花。渐渐的，房间开始变得温暖起来。他四处观察着，试图找出问题所在。感觉有些疲劳后，他回到床上重新躺下，盖上被子，觉得被子能够带给他一些安全感。但没想到，他又开始感到冷了，同时听到有人在窸窸窣窣地说话，声音仿佛来自隔壁电视里的聊天声，听不太清楚，有时还夹杂着哭声或笑声，让他十分不安。当他查看手机时，已是凌晨3点半。突然间，房间内所有灯光熄灭，只有电视机仍闪烁着雪花图案，这让他十分惊讶，心口感到一阵慌乱，仿佛要跳出来了。恐惧这种情绪是难以控制的，一旦触发就很难平复。他躲在被窝里颤抖着，心里想着，也许今晚会死在这个房间里。四周响起的声音时而近时而远，他想，如果有人碰到他，他一定会惊恐万分。幸好没有其他可怕的事情在发生。他一直保持清醒直到天亮，大约6点左右，外面已经亮了。他准备出门离开，但却不敢去厕所洗澡刷牙。当他打开房门走出去，走廊的灯亮了起来，虽然还是昨天那么昏暗，但至少可以看清楚走廊的轮廓了。他正要走向电梯口，突然发现门口整齐地放着一双布鞋，鞋尖朝向房门，这让他吓了一跳。他扭头望去，发现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影，慢慢地向他走来。他被吓得腿都软了，本想退回房间，但是腿已经举不起来了。当时他看着那个人影慢慢向他走来，越来越近，他感到十分绝望。走到离他还有3-4米的地方，他才看清了那个人的真面目，原来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大妈。他还好心地问他是否已经退房，不如多休息一会儿。然后他捡起地上的布鞋，径直走下了逃生楼梯，留下徐伟一脸愕然，原来是那位保洁大妈。徐伟匆忙赶到前台办理退房手续，面对前台小姐，他愤懑地质问他们为什么给他开的373房间环境如此糟糕，电视和空调都不工作了，晚上灯还熄灭，而且他昨晚多次致电前台却无人接听。早上门口发现一双布鞋，有些吓人，这种情况真的很不好。前台的女孩很吃惊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先生，你确定没有搞错吗？昨天你开了我给你准备的372房间，这让我印象深刻。同时，我们酒店的373房间很久没有住人了，这间房平时都被关闭着，老板也告诉我们不要让客人住那里。昨晚我一直在值班，没有听到电话响或者门口有人丢鞋子的声音。今天早上我无意中看到监控录像，发现你在门口站了很久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录像里有鞋子的情况。”徐伟赶紧查看了房卡，结果发现那个房间编号是372。那么，昨晚他住的房间究竟是哪个呢？昨晚打来电话的服务员是谁？布鞋在哪里？能告诉我吗？徐伟顿时感到非常困惑，因为他确信他住的是373房间。他怀疑酒店的员工可能隐瞒了什么事实，或者是酒店安排了别有用心的人。他告诉前台小姐，那双布鞋被酒店的一位保洁大妈拿走了，但是前台小姐告诉他，
酒店没有聘请过年龄大的保洁大妈，都是年轻的女同事负责保洁工作。徐伟惊恐地直接冲出了酒店，连押金都没有要求退还。跑过对面马路，徐伟终于定了定神，喘着粗气瞥了一眼酒店，那里根本就没有酒店，只是一块荒废的宅地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